最近俄乌战场上，关于俄军的捷报可谓是接连不断。先是有环球网报道，在当地时间7月29号，一辆俄军坦克在扎波罗热地区凭借火炮支援击退了一个乌军的装甲纵队，并全身而退。紧接着又有俄罗斯媒体爆出，最近俄军的柳叶刀无人机成功摧毁了德国援乌的 IRIS-T-SLM 防空导弹系统。那么这些事情是真的吗？俄军又是如何做到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先看视频，俄军发现了一个试图偷袭的乌军装甲车群，随即命令一辆 T-72坦克的乘组人员进行拦截。只见这辆俄军坦克以路旁的丛林做掩护，快速机动前行，向乌军装甲车群发起连续进攻。激战中，乌军有7辆装甲战车被击毁，而俄军坦克则全身而退。大兵在看到环球网的这条新闻的时候呢，第一反应就是俄军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随后就去查阅这条新闻的出处，结果发现环球网转发的是今日俄罗斯，而今日俄罗斯则转发的是 Telegram 频道。好家伙，这信息链还真的是够长的。但值得注意的是Telegram 频道的文章中已经注明了，这是一个未经独立验证的画面现实，因此该视频的真实性还有待考量。很快 ISW 的打假就来了，原来该视频并非近期事件，而是6月7号拍摄，也就是乌军发起第一波冲锋的时候。视频中的地点位于韦利卡诺沃希尔卡的西南方，坐标是 47.780838 36.641137，而且视频的内容呢，也并非是俄军坦克1v7，而是数辆俄军坦克在无人机和炮火的支援下伏击了乌军坦克的进攻。好吧，这可真有你的俄罗斯。6月份的视频7月拉出来剪辑一下再用一遍，还放了个更唬人的标题，难道是最近战场上防御不顺，急需一个英雄站出来抚慰人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以后俄军的视频呢，恐怕还有更劲爆的，什么莫斯科号单挑 TB2 加海王星并且成功下潜，终结者无人战车大发神威，瘫痪后还能拦住乌军前进道路，数十辆俄军坦克奇袭基辅，最终成功占领了基辅城郊的农田，让乌克兰农民颗粒无收。听起来是不是也有点意思？下面咱们接着来看在战场上大发神威的柳叶刀的真实水平。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乌双方最真实的写照。双方呢都几乎在想办法适应商用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大规模使用，但显然乌军在使用商用无人机领域更有经验和优势，而俄军呢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自家的柳叶刀无人机身上。而该无人机的表现也还确实算亮眼，在今年6月，俄军的柳叶刀无人机还曾成功击毁了一部与 IRIS-T-SLM 防空导弹系统相配套的 TRML-4D 防空雷达。到了8月1号，推特上又出现了一段视频，显示乌军使用柳叶刀自杀无人机成功摧毁了乌军的一套 IRIS-T-SLM 防空导弹系统，这是俄军首次取得该型防空系统的击毁战果。而目前乌克兰总共就接收到了2套德制的 IRIS-T 防空系统以及 TRML-4D 防空雷达。该系统呢是由德国迪尔防务公司设计制造的，采用8×8军用卡车底盘，携带一部2×4管发射具，导弹配备高分辨率红外寻敌器，可在飞行末端实现对导弹飞行轨迹的精确控制，并反制诸如激光致盲在内的各类干扰反制措施。如果俄军真的摧毁了2套 IRIS-T-SLM， 那么对乌军而言呢，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了。那么这2次俄军的战果是否又是弄虚作假呢？是也不是。其中呢，6月份击毁防空雷达的事件已经有视频拍到了，在柳叶刀命中后，周围乌军车辆迅速撤离的场景。但8月这个所谓的击毁水分就很大了。击毁 IRIS-T-SLM 防空导弹系统的视频在发出后呢，很快就遭到了分析人士的打假。分析人士发现，最近这套被击中的防空系统实际上只是一辆发射车，而并非完整的 IRIS-T 防空系统。更诡异的是，在柳叶刀巡飞弹击中目标后，并未发生讯爆，只能看到发射箱明显凹陷变形。而在攻击完成后呢，乌军又将这辆受损的发射车转移到了其他地方，还重新布设了反无人机网。
因此有不少人推测柳叶刀无人机很可能是命中了一个假目标，就像是以往俄军击毁的那些海马斯一样。但即便如此，也不影响柳叶刀无人机因为屡次在战场上的亮眼表现，成了俄军的明星武器，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战场上最好的无人机。那么柳叶刀真的如同俄军所说的那样强大吗？柳叶刀的真实性能，如果有朋友经常观看柳叶刀的袭击视频，就会发现很多柳叶刀在撞上乌军装甲车后，甚至都不能逼停对方。例如视频中的这个 M2 布雷德利战车，在被柳叶刀袭击后，不仅连车组成员都没有离开，反而还能继续移动炮塔进行作战。这个视频呢，也让大兵对柳叶刀的真实实力感到好奇。要知道，此前俄军可是放出过不少柳叶刀无人机击毁豹2坦克的视频。那么到了 M2 战车这里，怎么就不行了呢？这里就要聊一聊俄军当前投入使用的柳叶刀的型号了。目前俄军使用的柳叶刀大概是分为2种型号，较小的是柳叶刀1型，该型无人机是一种战斗权重5公斤的小型无人机，使用内置锂电池和螺旋桨驱动，续航时间在30分钟左右，续航速度80公里每小时左右，最大航程可以达到30公里。它安装有一个1公斤重的战斗部和2枚手榴弹的杀伤力相当。该无人机被俄军在叙利亚作战测试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由于体量较小，战斗部杀伤力有限，主要是用于担任反恐作战任务中对暴露人员的杀伤。而柳叶刀3型呢，则是在俄军这次战争中使用较多的一款。它的外形和柳叶刀1型比较类似，只不过尺寸大了1号，外形大了一圈，比如翼展提高了2米多，发射重量也提高到了12到15公斤，依然是使用内置锂电池和电动机驱动，续航时间30分钟左右，巡航速度提高到了110公里每小时，最大航程可以达40到50公里。相比较柳叶刀1，柳叶刀3的最大改变呢，就是将战斗部扩充至了5公斤。这个战斗部质量其实和一枚82毫米迫击炮弹差不多重了，打得准的话，完全可以作为一种面杀伤兵器使用。另外，为了应对逐渐到货的北约坦克，俄军呢还推出了串联破甲战斗部的柳叶刀 3M。毕竟该无人机的战斗部质量已经和一枚短号反坦克导弹相当了，改用同类型的串联破甲战斗部当然是毫无问题，这也是俄军能够成功打击豹2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至于那个袭击布雷德利战车的，应该是柳叶刀1型无人机，该机是没有找好战车的弱点，就直接冲了下去，这才导致有烟无伤。这也是俄军使用柳叶刀的最大问题。我们要知道，乌军仅凭着 FPV 穿越机就能成功击毁俄军坦克，除了凭借反坦克弹药的威力之外呢，还有就是乌军的使用手法。这种4轴无人机最高时速可以达100公里，可以很好的悬停在空中，在袭击俄军装甲车时，乌军往往会停下观察，寻找最佳的进攻区域。例如，对于那些有弹药的发射车，无人机就会去撞弹药，造成更大爆炸。而对于那些比较硬的装甲车和坦克一类呢，乌军会选择撞击观察口或者发动机舱，即便是不能一击致命，也有极大概率逼停该车。随后无论是继续派出无人机，还是呼叫火炮补刀都可以。这也是俄军装甲车在战场上战损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当然，无论是俄军还是乌军，在这场战争中呢，都在飞速的学习。俄军在发现柳叶刀的一系列问题之后呢，也势必会对其进行升级改进。这不，关于柳叶刀的下一代产品就已经开始研发了。该型号呢，暂时没有正式的名称，只有一个厂方代号产品53。相比之前的2个型号，产品53从性能上来看呢，有了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就是重新设计了柳叶刀的使用性能，在外形上，该机的机翼可以折叠，使用发射筒直接发射，不再需要轨道发射。原本的柳叶刀系列和海鹰10型侦察无人机一样，都是事先拆分并密封在包装箱里，使用时需要先从包装箱里分别取出弹体和弹翼，现场进行组装，组装完毕后再架设到定场导轨上，与火控终端相连，完成自检之后才能发射。新的产品呢，53已经开始使用储运发射一体化箱了，一个储运包装箱就是一个发射单元，使用的时候呢，直接架起来，连接火控终端，完成自检后即可发射。
相比原本需要组装的柳叶刀，产品53的使用性能与反应速度有了巨大提高，这也让产品53具备了无人机蜂群作战功能。研发该无人机的厂家 ZALA 集团还特地给记者展示了一款由4枚产品53组成的级数式柳叶刀发射装置。据称呢，这4枚升空之后，可以实施自动组网、AI 识别、自动搜索、自动攻击、抗电子干扰能力也有了巨大的提高。不过，对于这种说法，大兵个人还是不太相信的。毕竟，就此前俄罗斯的无人机水平，虽然说能够进行蜂群作战，这跨度属实是有点太大了。毕竟，想要做到无人机蜂群控制，就必须要有 AI 自动识别，这也需要俄军在前线大量收集数据，让人工智能学习。以俄军目前的 AI 水平，确实是有点不真实。除此之外呢，俄军还声称产品53具备多种用途，可以执行侦察任务，也可以执行打击任务。它最大航程可以达40公里，最大起飞重量可达12公斤。在战斗模式下，它可装备高爆弹头或高爆破片弹头。在搜索系统方面，原本的柳叶刀的搜索头采用的是云台设计，在弹体头部安装有2个可旋转云台，即可做到前半球视野。而产品53呢，则使用了固定式的头部设计，这一设计减少了内部的机械结构，可以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全系统的可靠性，更便于大规模生产。至于其他抗干扰能力强大、防电子战设计等性能，在没上战场之前呢，还是听听好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似乎突破了制裁的枷锁，打算大规模生产柳叶刀无人机。卡拉什尼科夫集团下属的 Zala 公司就曾声称要生产100万架柳叶刀无人机，为每一个北约援助的武器配套。在俄罗斯电视台曝光的画面中，俄罗斯新的柳叶刀生产厂房被设置在了西方品牌撤离俄罗斯之后留下的空闲商场里。这座商场呢，也几乎被相关的生产设备给占满了。从公开的柳叶刀厂房车间的情况看，尽管柳叶刀的产量可能没有100万辆级那么大，但最起码数量还是有的。这场景呢，也让人十分疑惑，俄罗斯是如何避开制裁的枷锁，大规模生产无人机的呢？毕竟啊，先前一直让柳叶刀面临量产难题的是俄罗斯比较缺乏相关芯片。乌军呢就曾拆解过俘虏的柳叶刀无人机，发现里面使用的大量芯片都是美国产品。例如，其飞行控制系统使用的是英伟达的 Jetson TX2， 图像传输使用的是赛灵思公司的 ZYNQ 芯片。除此之外，它还用到了德州仪器的3款芯片，亚德诺半导体的 MAX13235，以及美国威视公司生产的坦电容。总而言之呢，柳叶刀的肚子里的关键芯片呢，全都是欧美产品。但关键的是，2022年2月以后，俄罗斯就被制裁了，相关的芯片很难买到了。俄罗斯虽然通过库存从白俄转手等方式搞到了不少欧美芯片，但这并不能让俄罗斯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些芯片的研发和生产。而想要大规模生产这款武器，又偏偏离不开芯片。毕竟现在的装备批产远不是一家总装厂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了整个上游的长链条产业。上游产业链但凡有一家出问题，武器装备的批产就不可能顺利。倘若柳叶刀真的能进行大规模生产，这就意味着俄军的军工产业随着战争的持续，也在适应着各国的制裁。那么大家认为俄罗斯的柳叶刀无人机最终会大规模投入生产吗？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